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这个净尽了。说是你，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你就研究这个明星，你就发现，哎呦太偶然了。要叫我说，就腾他就是这么就红了。你这他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但是演员里边也很有意思，有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嘛，监制和导演呢最爱骂的是那个找演员的副导演。以前做的就说你这找的不行，你这什么啊都不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然后呢，有一次呢叫他找演员，说都不行，不好看。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说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我说那怎么着？您要是加，我把那谁谁谁叫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谁谁谁是谁。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第二天来了，女演员，漂亮多了，就加了1500。哎呦，真的，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这都很明显。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哎，真是太残酷了。哎呦，你知道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其实，能有说实话，章子怡能有几个呀？但是你说问题是，全也是同班同学。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儿，还很多情况下，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他们就不来了。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对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是我有一次去探班，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我就觉得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你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吧？对，小演员。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B、C 三个 T 什么背后的替身、远景的替身，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啊，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更明显的是化妆间，你看我刚来，你看文涛老师就很好，说汪老师你先，我换。那红的就是他有单独的化妆。对不起，我们这就一屋，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对，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好莱坞什么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一辆化妆车里面保姆啊、助理啊什么都有。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哈，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化妆间什么，从那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什么投资？为什么投资呢？除了保护你，让你专心培养情绪，弄得美美的、得体的出场，还有什么呢？更好玩的，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那你好好干，你要听我话啊！我排什么戏，去什么记者会。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回不了头，你不能放开啊，不能放开。这同样在很多行业，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香港有一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哈，那家老板告诉我说，当他在那边看到哪个厨师或者哪个服务生啊，是可以栽培的，看起来你礼貌周周，香港话就好醒目啊，很醒目啊，一看眉精眼气的，看到谁招呼哪个客人呢，他做一件什么事啊？他买一双最漂亮、最贵的皮鞋，皮鞋送给那个服务生，给他，来你穿这个吧，站得舒服。站得舒服是吗？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他享受过好的东西，他回不去了，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或者说不敢，那服务不好，不然你把他炒掉了，他没有这种享受了。所以那个经纪人说，我要给他这个虚荣啊，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可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不贪污不虚荣，请你走，你没有上进心，你不会往上爬。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还是太难了。你看啊，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嘛。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那玩意儿，至少你得吃得好，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家境得好。这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这穷文富武。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啊，就现在很多想当艺术家，或者想当明星，这条路啊。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旧社会啊，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就在偏，这都不是正门，偏行叫 low 偏行。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我觉得
它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就应该得到升迁，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这个演员这事儿，您付出多大努力，您付出多少才华，甚至老实讲，你像那个，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啊，那天我有一个朋友，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儿，他就说问他，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了。现在只有你有1分才华，都给卖到10分，吹到10分，对吧？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他说：“你说你有点才能，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这个净尽了。说是你，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个人红，你就研究这个明星，你就发现，哎呦，太偶然了。要叫我说，就腾他就是这么就红了。你这他真的是有点非常不走常道的一种。但是演员里边很有意思，有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做监制嘛，哈，监制和导演呢最爱骂的是那个找演员的副导演，以前做的啊，就说你这找的不行，你这什么啊都不行，群众演员也难看什么的。然后呢，有一次呢叫他找演员，说都不行，不好看。那副导演开始咬牙了，那你们能不能每集加1500块钱预算？我说那怎么弄？您要是加，我把那谁谁谁叫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谁谁谁是谁。我说可以给你加1500。第二天来了，女演员漂亮多了，就加了1500。哎呦，真的，他这个演员特约演员什么这都很明显，你就加500块钱就好很多。哎，真是太残酷了。哎呦，你知道，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因为那个我还记得，就是第一次，就是这个我是20年前，当时拍一个还什么老豆酒吧，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然后要找一个窦文涛的女朋友，我当时恰恰发现副导演说，哎，窦老师，他让我挑，对吧？哎，窦老师你来到一间屋，我看他就一个黑板。上边全是贴的小照片，哇家伙，得有上百个，下边都是手机号码，哗哗哗哗哗哗。你选谁，马上就叫来。哎，我说你这工作倒不错。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我有小孩，肯定不会让他走这条路。就比如说别的行业，就说吃苦，我可以吃苦啊，可以熬夜呀，扛大包，然后就是努力，这些都可以。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哎呦，屈辱感，对我你被挑剔说，哎，你这个头型长得不好，你膝盖长歪了，多了，就这东西有我有同学屈辱在哪里呢？就像其他工作也会被批评。去试镜就说你腮帮子太大了。人说你呢？不是，我有个同学啊，对，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对不起，这爹妈给的，你要用就用，不用算了。觉得受伤害，就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太多了。还有些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一些他在演着，拍你，还差最后一条了。这时候主演来了，主演的合约是到场就拍，他1分钟也不能等，对，他不能等你。于是你差最后一条，你已经拍1天了，你可以收工回去了，你得停。换光换机位拍他，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他就得想我是不是要求他，让我把这一条拍完，就屈辱啊，是吧？对，那他就得去求，人家说可以，你先拍吧。哎呦，这我是谢他还是不谢他？没有，这是从市场营运来说，这是那个叫价能力嘛。是的，是的，当然它是正常的。从市场角度上，这些从行业行规讲都是正常。这是，但是呢，你从人的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不舒服的，你们说屈辱的情况，不现在这个演艺圈哈。在其他企业什么都我有一次特别震撼，也是我去一个就是去探班嘛，然后那个导演就骂那个女演员说你长得太脏了，他说脏不是说就是没洗干净的脏，就说她有风尘味。我觉得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18、19岁的小姑娘，我就觉得你做其他的行业，说你活干得不好，说你这个不够麻利什么的，就这些指控，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说你长太脏了。
了，重点在这怎么办？这还是很屈辱的。我举个例子，怎么办哈？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那？然后骂回去，你才脏了，人家转身走了，因为他知道我忍住这个屈辱，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我可能演完这个戏，我光荣，我进军国际影展，剪个彩1000万等等，这是选择付出，因为类似的那个 humiliation 哈，发生在不同领域，比方说你在出版界哈，我也见太多了，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子过来不好，那采访主任说什么？文盲是吧？你文盲啊？你手瘫的，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什么什么？哎，那个小记者说：“那你自己写吧，我不干了，回去。”因为很简单，我在这里被你骂，我拿的是月薪12000港币，我出去工作可以其他工作找个9000，每个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有弹性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回到你刚说什么有没有受害者，有没有迫害者？往往是说你自己选的，其实你不能只怪说，哎，这个很差，他骂我，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这种事情永远有2个错误。第一个，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第二个，你不应该选择接受这种羞辱。你不要选择完之后就说这个人很差，这个那个，你选的嘛，方舟。这也算是这个梅花香自苦寒来，真的。你说我有时候想，你记得陆游啊有一个词啊，就是零落成泥啊，碾作尘。好多明星的命运，你看，包括民国的时候，零落成泥，碾作尘呐，被人踩在脚底下。你有过那样的时候，你才唯有香如故啊。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跟刚红的演员合作。为什么？他反弹得很厉害。他原来被踩成泥过，所以他现在刚红了起来以后，很难伺候。他得狂成什么样？对，他过2年他习惯了就好了，火气就退尽了。对，他就唯有香如故了。谢谢。我觉得就还是张爱玲说，人长得不好看就要用奇装异服来装点自己啊。对我来说，人长得不好看就要用这个不得体的衣服来装扮自己。其实我后来看艺考，它恰好不能穿成我这样。艺考是要穿高领的衣服，不能化妆、素颜，不能整容，穿平底鞋，其实是要打扮的特别朴素。像穿成我这样就被淘汰了。你觉得最近有一个那个马伊琍啊，这是上过我们节目的，她在上海当这个艺考的考官。哎，我发现马伊琍挺狠的，就是说，哎，小朋友。你这个鼻子整的疼不疼啊？他很严格的，就是马伊琍的就意思就是说，连纹眉的，就是说这个都不应该参加艺考。你呢也要把这个洗干净之后，等把眉毛养好。你觉得他这个算苛求吗？这个是有一个因为我是中戏的，我们当时这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对于特别是演员哈，他对于他的这个后期的修饰是非常忌讳的。因为他认为演员的身体所有的部分都是他塑造形象的一部分，就你带一个原装的来给我就好了，你如果自己改装过了，那我就不要。就是这样，是不是导演这样可以去调教的？对，他训练，他甚至以前他连舞蹈学院附中和戏曲学院附中的他也不要，因为他觉得你被人家练过了，我要一张白纸来练。直到哪一年呢？96年，就章子怡那个班。他们那个班全是舞蹈学院附中的戏曲学院，就是他老师改变思路。从那以后，结果那个班呢出的明星最多，因为他们那些基础好，就是刀马旦啊，什么那个舞蹈的那些基础好，所以这个也是在变化，它根据时代的变化，它也是在调整。而且那个是艺术，我倒是你汪老师刚说，让我想起香港电视圈啊，最大电视台说，那个主管说。因为你们是谈艺术嘛，电视是娱乐工业产业的嘛。他说进来的人，不管你在幕前出现什么演什么大男一、男二、男三、女一一定要被我安排去整，一定要整。他讲明了在你签约的时候，或者说签约之后，你假如拒绝整了，对不起，我不签。要么签了，我不会给你安排角色因为很简单嘛，我投资给你嘛。我没有把你当人你是个商品我叫商品，这个地方凸了出来要烧一下，这个地方凹进去，我要把它扩大他说讲明的，不然你不用演了你看王老师，我这么跟你讲，就有的时候
我发现你是典型的，就是说是这个传统价值，对吧？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这个社会现在发生的变化很大。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你现在即便你不做这个整容，对吧？现在我们这个电视台技术都多得很啊，磨皮啊，比如有些女嘉宾，我们叫磨皮啊。滤镜啊，你知道方舟啊，一针一针的，不是给你磨，有需要的同志，我们都给他磨。你看电视上很多，那就是，哎，那这个大家觉得挺接受，都挺好。你甚至于说，咱们展望未来啊，你说动手术整的，这叫整的。将来要是生物基因方面这个技术的进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父母亲的长相的时候，那么用在挑选演员这个标准上，你怎么看？这个是从外形上来判断的。外形上判断，其实我们现在后期大量也在做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有些女演员，她有个大的眼袋，我们一针一针给她修。确实是，这没人要求我，我自己也会去做。因为毕竟你给观众还是希望给他们美好的一面。这个修是正常的。但是你说基因技术什么各方面变成，大家可能都会对将来一个科幻片可以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长得都很帅。没有，里面有一个我经常说有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啊，这个什么叫假不假？我觉得无所谓的，等于是说我们男人穿个西装哈，会有一个体型，你站出来很挺拔。其实你脱了西装，特别中年男人一样有2个大胸脯，一个大肚皮，什么都一样。啊，女生一样嘛。说现实也好，通俗也好，戴胸罩、内衣很贵的内衣，把你身段缩的弄得很挺，高跟鞋的无所谓啊。可是重点在于说什么？假如说整脸什么哈，那什么叫伦理学呢？就是说你不要承认是整的，不要承认，要给人家觉得看了，你在想我是整，是你的事。因为你说穿了，人家的幻想、想象的空间就没了，这样就不伦理了，不道德，就等于是男女明星地下情嘛。明明知道你结婚了，还生小孩了，以前刘德华、谭咏麟这等等的，可是你不能承认啊？为什么不能承认？你没有幻想空间啊。就像汪老师说，毕竟是他没有要求，你也会替他一针一针的修嘛。对，我们这儿唯一男的修的就是家辉，我把你彻底拆破了，是吧？是吗？你要替我每一次修。我这次不是去台北吗？我每一次去台北，我都说什么要弄眼袋什么，有弄过的都说要休养1个月的。然后我马上说不行啊，下个礼拜要录文涛圆桌派，那又妨碍了我了。对，要不然文涛修的那么好看，把我比下去了。咱们国内相声行，全都割双眼皮儿。你说是相声？相声行业，相声啊？说相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流行都割双眼皮儿，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事儿这够相声的，这个。对。这个我所以你知道，我就发现这个美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自己看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况下，你看整容，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去整容的基本上都是本身长得还可以的，就是本身她就挺漂亮的，然后挺漂亮的女生，或者从小大家都夸是那个美女的。我看很多演员，她为什么后来又变脸了？本身就是大美女再去整，我觉得还是因为精益求精呗。但是比如说像我其实就没有什么整容的这个心思，就是因为我觉得漂亮。我觉得你那脑门真的有点鼓得不太自然，是吗？这李嘉诚同款，真的。就是我在想，其实就是长得漂亮，它本身你可以说是一个恩赐，但其实也是一个诅咒。就是说，你就被迫的加入到一个跑道，你这跑道全是长得漂亮的人。但是就比如说，你说像你要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这个程序员，当一个包括作家也好，你稍微平头整脸一点，大家就说你是美女，你就全靠同行的衬托。但如果你要当一个职业的美女的话，那你长得比你漂亮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看了一般整容呢，其实都是长得还可以的。所以像家辉老师也是好看过，所以要整。才整。对，关键在于过这个字。对，这个所以说90后的女生都很毒了哈。过。那我告诉你，那个这个我觉得最后还是2个字哈，得体。你最好的部分又呈现了。我经常举一个例，我以前不知道的，好多年前林青霞出第1本书的时候啊，就在香港书展那个演讲，我来主持，很荣幸。然后呢，现场还怎么样呢？
他了解一下，那个桌子不行，档次低，椅子不行，他自己花了2万块买一个椅子。我说我的天啊，一场演讲2个钟头，你2万块买个椅子，然后再买个桌子，什么灯啊，那个好了。可是后来主持的时候，我就明白，下面3000个观众，还有旁边的厅也有3000个观众，大江南北跑来看他。然后看到他的时候，拿起手机拍，激动的流眼泪什么，我就明白为什么林青霞要讲，人家来看我，我当然要专业给他最好的部分，我不能马虎啊。然后拍照签名排队，拍照哪个角度？为什么呢？我不能让人家老远来看我，或者说花时间，然后呢得不到那个快乐的感觉。你想一下，当他拿到了快乐的感觉回家，他可能记得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一个那么得体的林青霞，那个时候我就明白，那个不叫什么挑剔，什么装什么，这叫专业。所以有的人呢，真是生来就是要做明星的。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呢是做着明星梦的更多的人。所以你就说我为什么说要聊这个艺考呢？我还是在这个汪老师的这个朋友圈里。那天啊，你像他这个老江湖哈，他都叹为观止。你看他发几张照片，我们来看看啊，下面这是美术，考美术，考美术的。你再看下边，哇，体育场，考美术，哎，哇家伙，哎，这个数字你在网上去查，我都不用讲，就说这个报考艺考的啊。是这个录取率越来越低，对，报名人逐年升高。哎，对此那个作为那个考了4年才考上的汪海林先生有何看法？是这样，就是艺考呢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将来从事艺术工作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关于生活的一个想象，就生活和工作的想象，就是他要的那种生活，不用上班，天天在家待着。如果做演员拍戏的话，全世界各地去，很自由的生活啊。当然，他并不知道那后面有很多苦难的这个背后的故事，但是他就期待这种生活。他参加艺考，其实是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个孩子，他家长带着他来找我说我们孩子想考电影学院。汪老师能帮忙能不能帮忙？我就问那孩子，我说你考电影学院，那你最喜欢看哪部电影？我不爱看电影。他不爱看电影，他要考电影学院。我知道了，他想做一个电影人，他要有电影人的生活。至于是不是干电影这个专业不重要。他要像电影人那样，旁边有美女，有这个什么。每天出去玩，关键是美女我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年轻人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而且他觉得艺考呢，文化课要求不是特高，特别适合那个在学校教育当中不是很成功的孩子，然后又有梦想，又希望自由的生活他一定去选择艺考，这种人群肯定是越来越多。但是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是，我那天问了一个美院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讲这个学艺术很可怜呐，说是真正能到你比如说到这个剧团呢，你别学表演啊，现在统计说这几年大概只有10%的毕业生能真正进入到体制内的。他说，但是呢，也不叫失业，他管这个叫做大部分的人，他就叫做你说的这种，实际他们叫隐性就业，对，就是1半以上的艺考，最后就艺术院校的学生出来之后是自由职业混，就这么一种。但混他怎么活下去呢？也能活下去是吗？不是，你像那个耶鲁有一个统计，他们的收入比如说他的法学院，这个什么医学院，他的那个收入都是排在最前面的，排倒数第1的是就他那个音乐系，就是他的艺术系，他都是收入就毕业以后5到10年。一看都是最穷的，就是说就业率又低，其实也没什么工作，就是你真正的从就业的角度上讲，选择去参加艺考，实际上不是很明智。对，
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做学术的还有艺术家，就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的头部就是最厉害的那波人是名利双收，社会美誉度又高，但是他的这个下层就完全是断崖式的一个断裂，就是说你这大量的底层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跟其他的行业它是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你最好的挣的最多，你第二的挣的其次，它是其他的是结构比较合理，但是这3个行业就是它头部聚集了90%的资源，大量的底层在这种断崖式的跌落当中一无所有，但是大家还向往着这个头部的生活。但是你说这个梦它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可没那么多年轻人有这个梦，这个梦呢就像你说他向往什么生活哈，我前几年呢还看过一个就是挺悲惨的一个访谈，最后这节目是为了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王宝强的梦啊，是不是人99%是不可复制的？对，就，我一想他就是那种从吐鲁番呢，他到那个从吐鲁番要上大连的一个艺术学校，都考不上北京的。然后这个父母真感人，就父亲陪着他坐火车转汽车，最后6天6夜，你想从吐鲁番到大连，就脚都肿了。家里给他掏1年1万多的学费，上了之后上完第1年，然后就是说啊，老师给你们推荐去当演员，去那个到康熙王朝，是陈道明演的吧？有康熙康熙什么的大帝什么之类的，就反正一电视剧，就是说到那儿啊去当那个群演去，有个机会，这还是老师给找的，1分钱没有，因为这跟那群众演员还不同，群众演员还有钱，他们这算实习。然后呢，这小哥们呢就还挺勤奋。就是每天呢，因为有很多小太监的那个一句话，扎好，他把这个甲乙丙丁这太监的台词全背熟了，哪天老师一说，这个小太监需要答一声的，谁说他背的最熟？好，他就来了这么一句，有这么一晃。可是我就说这个梦啊，真的就是，他在这个电视热播电视剧上，这个小太监这一声扎，就这一下，他姐姐拉着他的妈妈。到这个邻村有电视的人家里，等着就看他这一下，全家人这个兴奋，以致到最后他为什么觉得他对不起他妈呢？就是又要第二年好像又要交学费，交5000块钱，家里就又给他，但是那是他妈妈治病的钱啊。最后他妈妈就在去大连看望他的路上去世了。所以他当时为了。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啊，就是说我要拍一部电影献给我的母亲。你还别说，他算成了，就因为他这个故事感动了人家，有些人愿意支持他，最后他就拍了一个我的母亲之类的一个作品。你说你通过他这个事儿，他其实很多孩子他并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干这一行的这块料。他很多孩子如果接触比较多考生什么的，有的时候找我，他负责梦想。由他父母去落实，就他负责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拍电影，下面上电影学院这些事儿你们去解决吧。他负责这个。其实呢，演员有好多人，他老跟王宝强比，他自己长得不行，他外部条件不行，他就跟王宝强比，或者跟那些长得不好看的演技派的女演员比，他觉得我至少比他长得好看，他都能当演员，是吧？他的情况呢，其实。在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那个表演系老师，我是见过，我们是上过表演课。我们那个老师，人家拉一孩子来见他，很漂亮女孩，他一眼就说，他那个膝盖这儿不直，然后你说2句话，又说1句话，他说声带闭合不全。我们看这做演员没问题，他一看就是，他从专业角度，不是看你漂亮不漂亮。条件就没有。对，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他是后来上的上海戏剧学院，但是他说中戏的厉害，他说为什么？中戏当时那个老师，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表演得很好，什么什么的。但老师说你的嗓音，其他有老师，他说他主考老师说他可能是感冒了吧？复试的时候我们再听听，复试再一听，那个老师说，哎呀，可惜了你声带3/4处有结节。就他就是到专业到这个程度，果然他说我回去医院一检查，就是声带3/4有结节。
所以他这个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就是当个演员你的，而且特别是这2年吧，纪委进驻在这个招生里边以后，纪委进驻以后呢，所有的这个考生没有考号，临时现抓一个号进去考，就特别表演啊，他不能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就是刚才在这个考场外抓的号。老师呢，好像10个老师8个老师一起打分。我的好朋友赵年宇跟我说，立竿见影，考生这个招的这个素质就提高了。他说管还是有用的，纪委一来就不一样啊。对，以前呢，我听说是有些是艺考是这样的，院长是要求老师们把自己的人一个人可以教1个。把条子交上来，保他们过初试。复试以后就硬碰硬看专业了。这也是一个照顾老师的关系啊，就是过初试可以。所以说这个要不说纪委进驻有必要吗？我记得前几年就老说这个艺考的这个什么内幕啊，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前几年啊，爆出过那种新闻嘛，就是说就是考画画，就是那画画呢，他在这个被监考老师发现啊，他在这个羽绒服里藏着一个，就是别人已经画好的，结果给翻出来了。结果说，但是翻出来你怎么知道要画这个？就最后就发现这个很有可能，他一定也有校内老师的参与，校外的还有那种校外的，就是你知道现在这个艺考培训呢是个大买卖啊，很贵的，这家挣多少钱呢？你看我身边都有朋友的孩子学这个，有这个1小时800块钱的，还有这个1天2、3千块钱的，哎呦，这是比如说考电影学院的，有的那个你知道从山东，他去年就来了，在北京租房子，然后就天天各种的这个培训就练，这样才考这个电影学院，1年30多万就出去了。那次我们中戏同学聚餐吃饭说，我听说了，有人说考上中戏。给30万，包你上，如果没上，钱退你。我们说这买卖我也能干，有50%概率是吧？对，这万一上了呢？对，那上了是因为谁上的？那你不知道吗？反正上不了退你就。但是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啊，可能这个作弊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但是就是面对这种啊200人里边取1个这种概率，家辉你说让这些。真的有梦，就是有句话叫什么？有梦有罪吗？就我也想当演员的这个梦，难道你就劝我不要做这个梦吗？就梦我做了50年哈，基本上。你做成了。家辉在电影里客串过好几条。还讲，还用我再讲一遍吗？被剪得1秒不剩那还说没有梦没有罪啊？那重点是说怎么样来让他有机会踏入这个梦的门槛嘛？我们刚才的语言是坦白讲中老年的语言，因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目标，然后有什么方法达成这个目标，也能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因为我们经历过失败成功哈。年轻人本来就不知道啊，是不是什么艺术学校全国都有所，是不是他们说了算？他说你美就美，说你不美就美，说你有整就整，没整就没整。对啊。那假如是这样，有几个老师定生死的话，可是一个健康的，我们还是说回来艺术产业，或者说扩大的娱乐文化产业的话，应该是多元的嘛。像在香港，你在不同的艺术学校出来也行，你在电视台有本身的训练班也行。刘青云、周润发古天乐有没有？是不是当邮差的？古天乐我们都知道哈，还曾经在江湖上面有闯荡过哈，好几个。他有电视台的训练，甚至好多人根本没有训练啊，就出来，是不是某几个艺术学校，甚至某几个门派汪老师汪系了几地，你一句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这样我听，那这样才不健康。像我刚听说什么每人可以给一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光是这一个已经不可思议，不能接受了嘛。怎么可能呢？汪老师，你觉得现在咱们就是说是选拔这种人才，或者说对待这些做着这个梦、做着艺梦的梦艺的这些孩子们，你觉得我们的这种上学的这种机制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大环境有一个挺明显的变化啊。这个我们当时我是大概90年第一次艺考，我考上海戏剧学院，我就记得当时来考文学系的戏剧文学系的，住在那个地下旅馆里，考生们都住在那儿，都在谈文学，就是所有的考生，考的人其实现在看不算多的，大概200-300人，他招10几个人，所有人水平都很高，我当时感觉都看了很多书，那么考到现在的情况呢，考文学系的基本上4大名著没有读过，然后什么什么就问为什么，说电影也没看过，考电影学院的真的他说学校不让看电影，他高中嘛，没有时间看课外书，就变成考题，你知道吗？每年的这个难度就在下降，最后是要救活这些考生的水平，就出题。我有同学还在学校嘛，就是说那没办法了，那就是出个文学常识就行了。以前上海戏剧学院考试是考生直接写一个戏剧小品，就考这个。那么你就一定是自己钻研喜欢，这就是一个门槛。你要不然戏剧的那个小品的结构，你的那个格式你都不知道。但现在呢，就是写篇散文你都会写吗？当年你为什么考不上，考4回还考？不是，我是这样的，我要命就要命在第一次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但是呢，完了以后90年突然考完了以后说北京的学校呢就压缩招生，就把北京录取的考生呢转到上海来。上海这个班呢只能招15个人，比如说他留下3个上海籍的，那么其他录取的这个上海戏剧学院录取的这个非上海籍的就不收了。我家里都买了箱子了，结果后来通知说我们说这很随意高考，就这样就考上就不算了就不算了，说你明年再来吧，然后就明年，我坏就坏在第一次，就是因为考得这么好，所以决定第2年再考一次。第2年考的电影学院，我考的就是我专业课有一个影评，他是写一个影评，看一个电影，然后写3000字影评，一气儿，那1个下午就考这个。他写一个电影小品，一个影评，我分数都很高，我影评可能拿了第1，应该是。怪不得现在爱批评对。后来呢，他很奇怪，他是专业课考完了以后就去邮电学院体检。我觉得我身体好，我们中学推荐我去当飞行员的嘛，我觉得没问题，我就体检完。什么地方有缺陷？对，我就嘁哩咔嚓我就去了。去的路上就有人说，我们这个班有2个体检给刷下来了。我说是吗？谁呀？一看那上面坐着一个冒着冷汗坐在那，脸色煞白，谁呢？贾樟柯。贾樟柯因为什么？他说个儿太矮。就是说他体检有一项就不行。我说哎呀，你看他这脸色，他就是不大像能过的。肝不好，我就说我说他这脸色就不行。然后旁边这老师过来说，万里还一个就是你。你是哪有毛病？他说我肝功能有问题。我说肝功能？他说我超了一点儿，你知道吗？我说我吃了那个感冒药。吃了感冒药，后来我就马上就再去那个262医院，是一个部队医院再体检。人家说你没事儿，你把那个药停了就没事了。我说我感冒也好了，我就拿着这个医院的这个报告呢，再去找电影学院。电影学院说这个不算啊。我说这怎么就不算呢？不就差2天吗？我说要么你指定一个医院，我去查，随便去哪，我再回邮电医院也行啊。不行，这样没事，年轻人，明年再考嘛。我就买张火车票就回家了。我不明白，肝有毛病跟当编剧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他们可能是怕你以后会有肝炎或者什么的结果反正他传染了中国编剧界。转没。现在考完艺校或者说其他专业还要体检吗？电影学院还是去那个邮电学院体检。逻辑真的在哪里呢？因为假如用现在的城市就是说你肝功能也好，或者说以前文涛讲过什么色盲，对啊，我考大学也是色弱啊。那应该是特地给你帮忙的。
就是说，第一个根本不需要体检哈，没有关系，你有什么身体毛病、隐私私隐哈。第二个，假如知道确认你有什么毛病，是需要支持你、帮忙你的。等于说，你学校你证明你是过动儿哈，多动儿，即使有残疾也应该照顾嘛。对啊，那当然啊，特别要照顾啊，怎么会因为你他因为可能是他是有一个单子是传染性疾病，可能就他怕传染别的同学，那祸害了整个中国编剧界了，倒退30年，倒退30年。但是我们这个后来第2年、第3年了，对，第3年第3年这几个学校都不招生，只有一个北京舞蹈学院招生。我说这跳舞这个东西，他说舞蹈学院有一个史论系，我说哎，这我可以去考。因为他们为什么考艺术院校？当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青年们的数学都不好，数学可以不考，数学不算分儿，所以呢，后来我一看，哎，舞蹈学院可以，就去考。后来说舞蹈学院这个虽然是史论系，但也得跳段舞。我说这咋办？后来他们说就这样，你如果不会跳的话，老师现跳一段，你现学。我说这忒难了，扭秧歌还行。对，就后来没考上嘛。后来到了93年，这才考到中戏嘛。是这样。那你说你考了这4回啊，你还非要进这个圈儿，你还非要考这个，那么你今天比如说又看到一些个，就是说，这个明显被刷下去的一些考生，他还是心怀这个梦想，你觉得你怎么这么说他们呢？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是认真你也是这个，你有梦想是看你怎么做了。我是我们要考这个文艺常识。文艺常识，我把那个辞海的艺术分册和文学分册全背了，就你随便考吧。是这样的。然后写散文要在2个小时吧当中写3000字的散文。我父亲是大学中文系老师，我每个星期2下午，他随便出一个题，我就在那下午掐着点儿写3000字。所以我是经过训练和刻苦的学习，我觉得就所以心里有这个底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梦想没问题，但是你要脚踏实地去干。对，他是心意里唯一障碍我的不就是个肝吗？我觉得王老师说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在于说，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去参加艺考啊，他确实是因为，尤其是表演类的，他觉得这个是对天赋和努力要求最少的一个这个成功的方式。我原来一个朋友跟我讲，就是说，他说他也是去参加艺考，前面一个女生说，这个考官问他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以少胜多的这个战争，他想了半天说。孙悟空大战天兵天将吧，就他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演员啊成功的，我们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或者说大部分都是偶然案例。比如说谁，我就陪他去考个试，结果成了大明星，然后就是跑了个龙套，结果成了大明星。你看到的全是偶然案例，所以我觉得很多去参加一些表演类的艺考，他就觉得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偶然上。像你说的，刚很多案例哈，都说自己陪同学去选美报名呢，自己选上。当然，我后来发现10个有5个是乱说的了。对，那影门当初其实自己所谓的贪污虚荣去哈，他怕别人笑，所以都是说我跟朋友去报名，结果哈，那不管他，重点就是说，既然就是去考无所谓啊。我隐约有这个梦，因为我就喜欢掌声。还有刚汪老师讲，还有文涛也说，哎，什么你讲那个小孩哈，跑喊一声砸，全部的亲戚都看到，对不对？那个多么好啊！美国人也说我昨天在电视看到你，妈妈，我在电视了哈。一直以来都是觉得大家很好玩的东西。比方说，我这一次来北京啊，在飞机场，从香港等飞机，然后在贵宾室在吃面啊，狼狈赶时间嘛，吃面。突然那个收碗筷的服务员哈，一个女的突然看到我，好高兴，她也喊不出我名字哈，几乎喊我徐子东哈，没喊你刘青云，那就说。我见过你啊，我在电视见过你啊，圆桌派什么好？说明我们节目还行。对，我就接我不行，喊不出我名字。好，重点是说整个贵宾室的人好像有什么了不起，我在电视见到你这一句话一出来，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谁呀？然后照表情，
真的认不得这样。对，他重点在于说那一句，真是那个 magic word 啊，就是说我这电视见到你哈。所以，假如是说，就像你刚刚说那个情况哈，哎，我有这个梦，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成本，我报个名去考，哎，可能真的可以啊，可能那个偶然性就出现了，我很差吗？对不起，跟我同届去报名的人更差，那我上了无所谓哈，我觉得无所谓，重点在于说，就是我们常说有梦你就去追吧，追你要不要付出？还有追不到之后，你有什么方法坚持？像假如汪老师，别人没有你那么强大的意志，考到第3次已经跳楼了嘛？对，哎，你说这跳楼，这正是啊，就是你像汪老师肯定有感触啊。这个前一阵吗？不是，他这是治过肝炎。我也跳过楼。前一阵你知道吗？胡谦儿，胡谦儿的事儿，去年有个年轻人上吊自杀了。这个，然后呢，4个月之后，就是今年前一阵柏林电影节一个单元，他得了最佳电影奖，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奖项，特别关注的一个奖项，反正得了一个奖。那对于这个青年导演来说，有个奖就等于有了这个资格证了，对吧？但是呢，人已经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那个网文呐，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说这就是个笑贫不笑娼的一个时代什么的，然后好像归咎于他是生活无着呀、穷啊。有的人呢，把它归咎于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片子吧，这个投资人就是说你太长了，4个小时，然后就是说你要剪成2钟头。因为是我投资的，或者你好，他不肯减，那投资人觉得你是不是头脑有点混乱的你，对吧？然后呢，就到最后就说，那我们也不要，就是说你要不你就拿350万，你拿350万，你把这买回去，我们也就填了这损失了。反正有人把这个东西给流传出来，当时你记得很大争议嘛？对，就说你觉得这个年轻人你怎么看？我觉得他是有梦想去。做什么都可以，我觉得年轻人这个是对的，没错。但是你没有权利要求必须成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电影呢，很多时候呢，它是一个商品，或者说它是很昂贵的写作。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所以这也是他必须要上的一堂课，就是这个写作需要。你做什么样的配合？我认为他在某些问题上有他的偏执的地方，但艺术家都偏执，正常啊，也正常。就是所以说是实际上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我觉得在可能还是电影学院对他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对，他就是电影学院出来的。对，他导演系的，导演系很难考的啊，所以他考上电影学院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导演是非常非常难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学校应该是教育了，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就是对于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应该面临的挑战，可能对心理的准备还不够。对，我觉得我当时看到其实他这个事情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是有可以去探讨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很矛盾。外界来看，他是一个成功的而且有很大未来的，因为他的有很大未来的年轻人和艺术家，他的作品被得了奖，然后也出版了，还有那么多人没出版呢，还有他的这个作品被著名的导演看上，愿意监制，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当时看他在这个书里面写，我们要被伤害到什么时候？后来我就跟朋友讨论，我说他这个属于很典型的一个没有施暴者的受害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社会确实有很多结构性的不公平，有一些公平你可以找到施暴者，就是说，就是他对我不好，就是他伤害了我，我就是一个不公平的这个受害者。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案例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可以去指控的对象。就像汪老师说的，它是一个产业，电影是一个产业，导演是一个必须不断去妥协的东西。就是我觉得
你的个性其实没有办法说我这个略大于宇宙，我必须一切都由我掌控，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没有那么轻易去实现的。他们就讲啊，就是说你有这个剪片权，就说连好莱坞的很多大导演，你都没有这个权利的，就是说你决定这个电影有多长。就这个啊，我就记得，但是我又很能理解这个艺术家呀。对，你知道，我记得是费里尼嘛，意大利的当年的大导演费里尼就说啊，说我的电影我都不去电影院看。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不去电影院看那个已经被剪成2小时的那个电影，这样我的脑子里边记得的永远是我完成的那个3个小时的电影，它没有被亵渎，没有被强暴啊。但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尤其我们文学青年来说，就当我们想象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大艺术家，我们都是以这个大艺术家做一个参照，就是大有才华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于大部分是小有才华的人，而且其实这个社会对于小有才华的人来说是最残酷的，因为一方面这小有才华的人他脱离了庸众，他开始追求不同的东西，说我不要过平庸的生活，但另外一方面他的才华又支撑不了他的野心和他跟这个大艺术家之间的这个想象。但是似乎人们又觉得有的时候你这个才华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被埋没、被误解了？比方说，就有人拿获奖这个说事儿，说那你要说他这电影不好，他这电影这个4个小时太长，放的这个电影节上放的可就是这个版本呢？那为什么获得的评价，甚至是有人说是什么大师级的，还是什么什么的？那是不是说明当时也有人看走眼了呢？他这个作品我没看，但是我了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水平。他是一个科班的导演系本科，学了4年，在电影语汇上，他一定是至少在亚洲是一流的，就是他们的电影学院导演系水平这么高。是的，你放心，下回都见笑起来。他如果踏踏实实拍，他的电影语汇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故事不行。有可能故事不行，有可能表演不行，但是他电影语汇一定是很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影片你要说得到一定好的评价，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吧，就是即便真的就你的才华被误解了呀，这也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其实他可能更重要的还是他面对批评，他面对比如说导师的批评。投资方的批评，投资方的批评对于艺术家来说构不成杀伤力，他觉得你不懂嘛。但是如果导师的批评或者什么，艺术家也是艺术家批评他这个心态可能不能够就是及时调整过来。其实我们做影视这个行业，其实包括做您像电视这些行业，面对批评是一个常态，是吧？这个包括我自己微博，每天有几个人骂我，然后还写黄色小说骂我。哎呦，你就是你骂的，对，是把你写进里面成为男主角。对，反正很奇怪，他把我和其他人配对什么的，受害者写，对，反正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准备，这很正常，而且人家批评你的作品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这种心态如果不能够端正的话，可能入行就是一个对他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没有，可是公道的点说每个行业都有人受不了挫败、困难自杀了，不一定是艺术的时候，不一定是电影。富士康因为对啊都有嘛，大大小小，而且才华刚说什么大才华、小才华、大艺术、小艺术，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没才华。特别在这个圈子没有人，所以呢，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呢，也不能不依靠一些指标，比方说得奖，或者说票房，对不对？你有没有东西，有没有那个机会，让那个东西来证明你？当你有个东西票房好了，老板又下回好吧，给你5个钟头拍一部5个钟头，我票价宁可提高等等，你有说话的权利嘛？你要有那个机会，有指标嘛，有证明给你嘛。问题那个机会指标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要等时间出现，他等不及，他的各种的性格，各种的自己的选择他就这样死掉。因为假如这样死掉的话，王家卫死了100遍，对不对？都是人家叫他拍2个钟头，他拍了5个钟头。许鞍华那个片也拍了10个钟头的底片，所以才把我剪掉啊。
我要这样说，他不是挤结膜，我先说，他要剪到8个钟头，那难免好朋友嘛，好欺负嘛。但是可能方总你是在清华吧？对，还是什么的，你可能旁边也会有这样的同学。我观察我们艺术院校也有这样的，就是他考上中戏或者电影学院这一天是他人生的巅峰，对，从此以后他再走下坡路。对，这个观察很有意思啊。对，他后面就再也没有那样的辉煌了。这种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常态，在每个班。对。所以你在清华肯定是这样。清华好多就是说，今日这个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我还以母校为荣，后天我还以母校为荣，这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很多这种，他也承受不了这种落差，而且他会比较嘛。他说，哎，都是同一个班出来的，你看看人家，就尤其是我觉得电影行业其实更残酷，就是像清华的可能是收入高一点的工程师和收入少一点的工程师，但是。电影行业可能就是大明星和跑龙套的，我是有一年太大了。对，暑假去电影学院，他们那个毕业季，就是大家都在走的时候，有人在墙上写了一行字，我觉得挺好，叫新生们，你们不要被电影学院带坏，你们要带坏电影学院。这怎么解释呢？我觉得挺好，是一个我来改变你。啊，就是我大于你这个学校，其实人生要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啊，这真的是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其实，能有说实话，章子怡能有几个呀？但是你说问题是，全也是同班同学。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儿，还很多情况下，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他们就不来了。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对我原来我是觉得第一次意识到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是我有一次去探班，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我就觉得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你接触的还是中低档的演员吧？对，小演员。但是然后这个红的可能有 A、B、C 三个替什么背后的替身，远景的替身，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啊，不红的就在那儿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更明显的是化妆间，你看我刚来，你看文涛老师就很好，说汪老师你先，化，那红的就是他有单独的化妆。对不起，我们这就一屋，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师。对，这个单独化妆间已经不算什么了，好莱坞什么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一辆化妆车里面保姆啊、助理啊，什么都有。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哈，刚方舟提到的什么吃特别的饭、化妆间什么，从那个经理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什么投资？为什么投资呢？除了保护你，让你专心培养情绪，弄得美美的、得体的出场，还有什么呢？更好玩的，心理上给你一个诱因，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那你好好干。你要听我话，我排什么戏，去什么记者会。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回不去了，回不了头，你不能放开啊，不能放开。这同样在很多行业，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香港有一家很出名的吃鲍鱼的店，那家老板告诉我说，当他在那边看到哪个厨师或者说哪个服务生是可以栽培的，看起来你礼貌周周，香港话就好醒目啊，很醒目啊！一看眉精眼气的，看到谁招呼哪个客人呢？他做一件什么事啊？他买一双最漂亮、最贵的皮鞋，皮鞋送给那个服务生，给他，哎，你穿这个吧，站得舒服什么？然后他除了对你感恩呢，他享受过好的东西，他回不去了，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或者说不敢。那服务不好，不然你把他炒掉了，他没有这种享受了。所以那个经纪人说，我要给他这个虚荣啊，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可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不贪污不虚荣，请你走。你没有上进心，你不会往上爬。哎呦，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太难了。你看啊，实际上咱实事求是的讲，过去中国有句话叫这个穷文富武嘛。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
那玩意儿至少你得吃得好，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对家境得好。这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这在穷文富武。其实我现在觉得这个演艺啊，就现在很多想当艺术家，或者想当明星，这条路啊，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旧社会啊，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三教九流，就这偏，这都不是正门，偏行叫 low 偏行。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他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从这个运势上来说，我觉得它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就是说我付出多少努力，我就应该得到升迁，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这个演员这事儿，您付出多大努力，您付出多少才华。甚至老实讲，你像那个，你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啊，那天我有一个朋友，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儿，他就说问他，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了，现在只有你有1分才华，都给卖到10分，吹到10分，对吧？把粪土卖成黄金都能这么着。他说，你说你有点才能。